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春苗讲堂。现在进入5月份，今天立夏了，那天气开始暖和起来，很多朋友也开始着急育栽了。特别是育苗育得早的，那2月份、3月份育苗的苗已经很大了，那更是着急育苗。大家看一看我这个西红柿苗，我们是4月初育苗的，才刚好是5周，就这么大了，那当然可以栽了。但是怎么保证它成活，那要注意这么5个环节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育栽的时间。那育栽的时间就是说我们要算一下，栽下去以后，它温度上、气候上能不能适应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因为在这个加拿大多伦多这个地方的话，它通常在5月中旬甚至5月20号左右，它还会有一次低温。那怎么保证这个问题？但现在今天很暖和。霜冻的话，看天气预报的话，接下来2周都没有问题，所以我们决定栽了。这是育栽时间的问题。那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育栽的时机。那为什么我挑现在育栽呢？好，现在是下午4点半，天气预报说明天要下雨，我们挑这个时间呢，小苗栽下去以后，它今天晚上有一个缓和的时间，然后明天不出太阳会下雨，它有一个缓冲的时间，这就是时机问题。因为有的人栽苗的话，他在早上栽了以后，第2天、第3天都是晒大太阳，那对苗的成活就不利。那第3个环节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施肥。施肥的话，我们栽这个苗有个什么问题？首先一点，要保证它的生长的话，底肥要够，肥料要足。那肥料足的话，要注意什么问题呢？肥料分2种，一个是底肥，一个是育栽的时候做的这个基肥。因为我这块地里面的话，去年种了白菜以后，翻地，我就往里头秋天就埋下了大量的这个秆秆、厨余和堆肥。那经过1个冬季，它下边的底肥是够的，这是底肥。那第2个，我们现在栽的时候，还需不需要放别的肥料呢？放，这就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个土壤活化剂。因为西红柿需肥比较多，它是个大苗。每一坑的话，差不多就是30克左右。那照我的手拿，就是1大把，不需要用这个天平去精确的称，但是大概30克左右。这是1坑这样1把底肥。我们先把所有的都放好，这边是准备栽秋葵。放这个以后，不再施肥，让它整个一身肥料都够的。当放下去以后，要记得用锄头搅一搅，它可以接住根系，但是呢，不是说你不需要搅，搅了以后跟土壤结合，它会效果比较好一点。我们这个株行距的话，差不多就说是株距1尺，然后行距差不多2尺。通常的问题就是舍不得丢小苗，栽太多。太密，因为这植物的分枝能力很强，你栽细一点，它自己分枝出来会长得更壮；栽密了以后，它分枝少，这个相互遮阴，开花授粉不好，结果还反而不好。很多人犯的最常见的错误呢，就是施肥方面是2个，一个是种之前才买底肥，才放堆肥，那堆肥有的时候这个发酵不透，就会烧苗。还有一个，放了这个土壤活化剂也好，或者其他肥料也好，不把这个肥料与这个小苗与土壤混合，那达不到好的效果。第4个环节就是保温的问题。那保温的话，我们说了，这个一个是5月15号、20号左右，还有一个低温。那我们今天就需要采取特殊的保温措施。以后栽好以后，我们要给它上这个塑料薄膜上去，一个这个增温保湿，促进它的生长；再一个预防低温来袭，它有一个缓冲。那通常我们如果说我是5月20号育栽的话，上1层膜够了。那今天我就准备上2层膜，这是第4个环节。那到了第5个环节，就是我们栽了以后浇水的问题。我们浇水的话，我们现在有这个滴灌，
可以保证它的这个水分供应，既水不会多，也不会造成这个干旱。因为这个塑料薄膜盖着以后，它这个蒸发量是很大的，因此的话，我们需要有这个灌水措施来保证它的成河。通常的话，我们看这个塑料薄膜上接雾的情况，如果有水滴，说明它水分供应正常。如果说看不到水滴，那就说明很干了。要保证刚好薄膜上有水雾，然后隐隐约约能看到苗，这样刚刚好。苗全部看不到，水太多那也不行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托盆栽苗。现在这个西红柿苗有点高，但是我们有个办法，就是可以什么呢？可以斜着栽，不是说增加它的栽植深度，种植深度不能太深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斜着栽，因为西红柿这个杆子上生根的能力很强，我们这样斜着栽，它杆子上可以生根出来。用土把它扶正就好了。托盆的时候小心点，尽量不要伤到这个根系。像这个2棵苗的话，我们现在不分了以后，把这根系弄散了。到稍微大一点，我们选择长得最大的、最壮的一棵留下来，另外一棵的话把它剪断就好了。秋葵就不能斜着栽了，秋葵必须正着栽。好，我们分苗，分的时候一只手拿一边，小心一点，这样的话根系损伤最小。我们让栽苗的地方稍微低一点，这个通常我们叫塘，方便存水。大家注意到，可能我一个坑栽了2棵，这是的话，防止万一哪一棵缺苗了，以后有这个预备的。到最后定植的时候成活，长到1尺多高的时候，一塘就是1棵。最后几棵我们多栽一点，万一缺糖了补上，都活了就给它借苗借掉。我们第一次浇水的话一定要浇透，所谓浇透的话就是让整个土壤全部湿润。但是呢，现在小苗的话它不耐冲，你这水压要注意，所以我们不直接去冲在苗上，我们浇土。我们浇水的时候，尽量不要让泥沾到叶子上。为什么呢？叶子上有气孔，泥沾到叶子上以后，2个坏处：第一，它堵塞了气孔，影响了这个植物的这个呼吸；第二个，泥沾到叶子上，太阳晒的时候，有泥的地方升温升得特别快，容易造成这个植物的缩伤。所以以后的话，我们做这个东西就是用很温柔的水雾对这个小苗进行清洗，把沾到的泥给它冲洗掉。现在我们来铺设这个
滴灌管。好，先这一根，保证这个滴灌它刚好从这个根系旁边经过。这个苗有点高，所以栽下去有一倒的扶一扶。现在我们把这个水也浇透了，滴灌管也铺好了，那叶子洗干净了，那剩下最后一项工作就是盖这个小暖棚。为什么要盖小暖棚呢？因为我们在这个加拿大，不管是多伦多好，温哥华也好，到了5月10号、15号、20号左右，始终会有一个低温寒流来，这是第一。有的时候会低到这个2度、3度，甚至接近0度，那就会出现冷害。西红柿是许热的植物嘛，所以要给它防止冷害。第二一个就是它们许热，总的来讲，这个温度在6月份都是不够的，因此也需要给它增加温度。当然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栽苗的话，实际比我预期的时间提前了大概10天左右，因此我们今天不只要盖成一层膜，还要盖双层膜，增强它的这个保温能力。好，可以了。从这个微信里面很多人问问题，或者是交流经验的话，他对这个盖塑料薄膜有很大一个误区。那这个塑料薄膜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它是能透进阳光进去，把热量聚在里面。所以的话，我们盖塑料薄膜其实是白天要盖，晚上也要盖。因为很多人说，我晚上盖，白天拿掉，是不是？那就恰恰相反，它不是被子，不是像人盖被子，晚上盖起来，白天拿掉。你如果白天拿掉，那阳光的这个热量积累不起来，就起不到作用。那盖和不盖有什么差别呢？盖了塑料薄膜，在晴天的时候，如果外边的温度是10度，里边可以达到30度左右。那对晚上这个延迟它的这个低温的到来是非常有好处的。对比往往是这样，就说白天气温10度，里边只要是晴天可以到30度。那到了晚上天晴，外边很可能下霜接近0度，那它里边的温度它可以保持3到5度，这就起到这个防霜的作用，这是最重要一点。那问题来了，有人会说，那万一外边的气温达到20度，太阳出来的时候，那里面达到40度怎么办？那个时候好办，我们两端这个塑料薄膜留一个开口，靠这个开口的大小来调节这个温度。如果说觉得今天天气预报很热，温度会达到20度、25度，那早上10点钟把这个两头的通风口打开就可以了。千万不要到了12点、1点很热的时候，突然把塑料薄膜拿开，那这造成烧苗了。这是盖塑料薄膜的一个重要的关键。